大家好，越南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和意识形态相近的共产主义独裁国家，可能通过独特的地缘政治关系和高层的党纪交流，成为最早获悉习包子可能下台消息的国家。所以我们要复盘这个事情，根据后来发生的事实，能不能对当初越南最先知道习包子下台的消息挖出更多的信息呢？中国和越南两个国家自2008年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尤其在党对党的沟通渠道上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种特殊关系为越南提供了获取中国内部高层动态的潜在途径。2023年12月，习包子访问越南，与时任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达成了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共识，凸显了两国关系的亲密性。2024年，越共新任总书记苏林首次出访，选择中国，进一步强化了双边战略沟通。这些高层互动为越南提供了了解中共内部变化的机会，尤其是在习包子可能因为健康或者其他原因导致权力不稳的敏感时刻。2024年7月19日，越南官方发布了阮富仲去世的消息。奇怪的是，当天不仅是习包子，连中国的总理李强、人大委员长赵乐际都没有向越南发唁电，仅仅是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了唁电。那有可能这种唁电就是外交部长王毅就可以自己签发呀，这是中国的重大外交事故。中国和越南都是党国，党大于国家，党的总书记的权力远远大于国家主席。虽然这两个角色有可能是由同一个人扮演的，这是所有共产主义国家通行的常识。共产主义国家的权力就是这么运作的。那第二天呢，2024年7月20日，习包子前往越南驻华大使馆吊唁，但是相关照片被外界质疑真实性，引发了习包子健康状况的猜测。因为习包子的签名签字、笔记和之前的完全不一样，这个没法伪造啊。如果说当时去越南大使馆吊唁阮富仲的不是习包子本人，而是替身的话，那么就有两种可能啊。一种可能是习包子当时重病在床，没有办法去越南大使馆；另外一种可能是当时习包子正在被软禁。如果去越南大使馆的是习包子本人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两个习包子的笔记字迹都不一样呢？考虑到中越关系的紧密性，中共高层可能通过非公开渠道向越共说明了习包子的情况，以避免外交风波或者误解。越南作为少数几个与中共保持意识形态一致的国家，越共高层对中共内部运作有很深的了解，可能因此获知习包子丧失大权的内幕。这种消息的传递符合两国党纪关系的亲密性和长期以来的默契。2024年10月，李强和张又侠访问越南，进一步佐证了越南可能掌握中共高层的秘密。李强作为总理，受到越方超乎寻常的高规格接待，
李强是2024年10月12日到14日访问越南的。越通社报道将李强视为中越合作的关键人物，而对同期的席包子会见越南领导人梁强的报道明显淡化。这种报道的差异可能反映了越共对中共权力结构的敏感认知，也就是说，越南可能已经知道了李强才是代理总书记，习近平已经成为了看守总书记，等待下台。张又侠作为军委副主席访问越南的时候，没有提到席包子，言辞中透露出不同寻常的信号。张又侠访问越南是2024年10月24日到26日，仅仅在李强访问越南10天之后呢，越南的军服和中国都这么相似呢。越南对这2位高官的重视，表明越南可能已经通过前期沟通获悉中共内部权力的异动。越共在公开场合的谨慎措辞，比如越通社和外长裴青山提及苏林访华的时候使用高层领导人，而没有直接点名席包子，进一步暗示越南可能已经知道席包子下台的内幕啊。沙利文点名要见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的事件，为越南的知情地位提供了间接支持。2024年8月27日至29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访华，特别点名要求要见张又侠，这是8年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首次与中共军委副主席会面。自2016年之后，中共严格限制中美军方的高层接触，沙利文此举非同寻常。这个我给大家总结过，3中全会之后呢，中共的外交政策已经大幅度转向。当然了，这次贸易战可能中国的表现让所有人惊掉了下巴，我觉得这个不用着急啊，我们看热闹的，静观下一步的发展啊。至少贸易战目前打的这个状态啊，至少目前暂时的这个状态已经让所有真正反共的人心里舒适了，无话可说了。如果矛头对准全世界，激起反弹呢，也可以理解。如果矛头对准了中国，那现在还支持中国，那不就是共匪，不就是共产党吗？如果因为别的议题反对川普，那可以说是左翼的立场。可是川普打击中国，对中国贸易战都反对，那这个人就是妥妥的大外宣，共产党，那可能就不是大外宣，就是共产党特务。这名网友说，川普不说席包子的事情也是川普的政治智慧，中共黑箱是不可能说政变这样的事情的，川普也不会捅破这个窗户纸，这是卖面子给这一届和下一届，这是川普的政治智慧。我的回复是，我们天天说听床听床，川普是真的在听床，字面上的在听床，那川普是真的在席包子床头装了窃听器呀。中情局对中国还能没有点情报手段吗？川普在2024年7月15日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获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因此川普获得秘密简报的权限最有可能是从这一时间点或者稍后开始的。根据美国的惯例，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期间可以获得秘密简报的权限，仅限于竞选和过渡期，而且内容通常不涉及最敏感的情报来源和方法。如果当选总统，那比如说川普2024年11月5日赢得选举，川普作为总统当选人会在过渡期内，也就是2024年11月5日到2025年1月20日的就职之前呢，持续会收到简报，直到正式就职后获得完整的总统权限。川普作为美国第47任总统，自2025年1月20日就职后，拥有了全面的秘密简报权限，
我给大家整理一下这个时间线啊。2024年7月15日，川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因此就获得了秘密简报权呢。2024年7月20日，喜包子前往越南驻华大使馆吊唁越共总书记阮富仲，由于喜包子的签名是假的，因此可能是一个假的喜包子。2024年7月19日到8月3日，苏林代理越共总书记。2024年8月3日，苏林正式就任越共总书记。2024年8月18日至20日，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去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啊。2024年8月27日至29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访华，特别点名要求见张又侠。2024年10月12日至14日，李强访问越南。2024年10月24日至26日，张又侠访问越南。2025年3月11日，二会的闭幕式上，张又侠没有给喜包子转身啊。我们从这个时间线上来看呢，越共总书记苏林正式就任总书记之后呢，15天就访华了。苏林访华之后呢，7天沙利文就访华了，也就是说，越南方面知道喜包子下台的消息之后呢，就在第一时间访华了。苏林他是一个国事访问呢，安排了半个月。沙利文呢就是一个工作访问，就安排了1个礼拜。越共总书记苏林访华之后，确认喜包子已经下台，回到越南之后呢，第一时间就通知了美国。沙利文呢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说白了就是美国的情报头子呢。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是美国国家情报体系的负责人，直接掌管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并向总统汇报情报工作。国家情报总监参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工作，并向总统提交整合多机构信息来源的最高机密的总统每日简报的情报文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呢，主要的职责是向总统提供国家安全事务的建议，并协调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是沙利文他不但是一个顾问，不但是一个决策者的角色，还是一个执行者的角色。虽然呢，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他是向总统直接汇报工作的，但是按照工作分工呢，很明显国家安全顾问是国家情报总监事实上的上级啊，他不可能什么事儿都一竿子直接捅到总统那儿吧，总得有个分工吧。沙利文才是真正的听床好不好？沙利文他才是真正的在喜包子床头装了一个窃听器偷听呢。二会的时候呢，张又侠他没有给喜包子转身，说明呢沙利文7月前就知道喜包子下台了，要不然沙利文为什么还要点名见张又侠呢？美国他需要知道中国的核按钮掌握在谁的手里。2024年8月27日，沙利文访华，知道喜包子下台了。2024年7月15日，川普获得了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啊。沙利文访华之前1个月，川普就获得了听取秘密简报的权限，除非拜登使坏不告诉他，不然的话，沙利文访华探听到了喜包子下台这么大的消息啊，肯定早就已经给川普做个秘密简报啊。川普一天到晚的让蔡奇去美国，蔡奇去没去？他不是没去吗？川普嚷着要见喜包子，不也取消了吗？给喜包打电话，最后不是也取消了吗？这川普都是演戏，川普这点情商都没有吗？秘密情报，川普怎么可能会公开呢？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真的一点数都没有吗？2024年7月以来，中共政局的传闻不断呢，包括3中全会期间，喜包子
公开出现呢减少，改革家细胞的文章下架，引发外界对细胞的健康和权利的猜测。张幼霞作为军方的关键人物，已经公开与细胞子翻脸。沙利文呢，他要点名要见张幼霞，表明美国可能已经通过情报渠道获悉细胞子已经下台的情报。越南呢，作为中共的亲密盟友，可能更早通过越南和中国的党纪交往渠道捕捉到了这一情况。越共对李强和张幼霞访问越南的高规格接待，显示越共对中共权力动态的敏锐洞察，可能早于美国已经获得了相关的内幕情报。越南的地缘政治立场也为越南获得中共高层信息提供了有利条件。作为美中之间采取逐字外交的国家，越南既与美国、日本深化关系，又与中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2024年，越中贸易额超过2000亿美元。这种平衡策略要求越南对中国的政治动态保持高度的敏感，以调整自身的外交布局。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已经用实际行动背书了越南情报的准确性，要不然沙利文专程去北京干嘛呀？难道是为了去吃北京烤鸭吗？2025年4月，细胞子访问越南前，中共强调周边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而越南提出了管控东海分歧，避免影响双边关系大局。这表明越南可能利用对中共内部情况的了解，在谈判中占据了主动。越共对细胞子访问越南高规格的准备，表面上是外交配合，实际上可能掩盖越共对中共权力变化的知情。这种知情地位可能源于越南在2024年7月阮富仲去世之后，与中共高层的非公开的沟通。中越党纪关系的特殊性为越南获取敏感信息提供了保障。两国共产党在组织结构、执政理念上高度相似，长期通过党校交流、干部培训等渠道分享经验。这种机制可能成为非正式信息传递的途径，尤其是中共高层出现不稳定信号的时候。2024年7月三中全会期间，细胞子丧失大权的消息可能是通过这些渠道传递到了越共高层。越共在公开报道中避免提及细胞子的健康或者权力问题，显示越南愿意配合中共维持表面的稳定，但是私底下可能已经对中共高层潜在的变动有所准备。这种默契符合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的共同利益，也解释了为何越南能够在沙利文访华之前就对中共结构的变化有所感知。总之呢，越南凭借与中共深厚的党纪关系、频繁的高层互动以及地缘政治的敏感性，可能成为最早知道细胞子已经下台的消息的国家呀。阮富仲去世事件引发的外交事故、李强与张幼霞访问越南的特殊信号，以及越共在报道中的谨慎措辞，都指向越南对中共高层动态的了解。沙利文点名会见张幼霞，表明美国在2024年8月通过综合的情报判断，捕捉到了细胞子已经下台的迹象。而越南可能早在7月已经通过党纪渠道获得了相关的信息，与美国进行了情报分享，而川普毫无疑问已经获得了沙利文的秘密情况简报。别把政治人物的表演太当真啊！等到细胞的四中全会正式下台，我们再复盘，就能知道川普是不是在演戏啊。越南在
美中博弈中的平衡角色，使其对中共动态格外关注，而党纪渠道为越南提供了独特的信息窗口。这次细胞子访问越南，我们需要重点观察越南的反应。好的，谢谢大家。